欢迎来到 Miki 的频道，台湾男子跟台湾面线的频道。大家好，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想介绍的是在丰原的正照蚵仔煎，它也有卖大肠蚵仔面线哦。Miki 在这里点了综合面线，能看到香菜、木耳、东虾，属于浓勾芡，非常糊，颜色比较深，带有油葱味、醋味，蚵仔重度裹粉，鲜度尚可。大肠入味，切成细碎，有入味还算香，但是微苦，可能会一些小肠或靠近的部位。Miki 当然也点了招牌蚵仔煎，它的酱很特别，竟然有花生酱，里面有很多空心菜，也有豆芽菜跟韭菜，蚵仔的鲜度尚可，感觉在这里补充了不少纤维质。庙东夜市这么多蚵仔煎，你都吃哪一间呢？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，今天要说的是 Miki 的读书心得分享。这本书叫做 AI 制造商没说的秘密，作者 Kate Metz， 厚厚一本书，终于看完啦。下面是读书心得分享。最近 AI 投资火热，被称为未来10年重大发展啊。这本书从最早的 AI 开始讲起。Miki 说，如果他早一点读这本书，他应该会买更多的 NVDA 啊。马斯克曾经对人工智慧提出警告，他会杀死我们。其实就跟前阵子 Miki 做的关于起灵药的影片一样， AI 当初的发明，后来那些感知器、神经网络的设计，其实不是单纯想发明一个 AI 装置而已，而是这些学者想探索自然智慧下的物理结构与神经动力学原理。最初的这些学者目的是想要让我们分辨不同心理属性下的生理状况，想要了解人类大脑的运作。因为人脑太过于复杂，无法复制，但是他们认为或许可以用机器来探索它的奥妙，这就是 AI 的初衷。这本书从1997 IBM 的深蓝讲到2015 Google DeepMind 开发的 AlphaGo， 它可以自己跟自己对弈上万场自学。那时候的人类与电脑大战，围棋棋局挑战了韩国的鸡王李氏，这个 AlphaGo 才刚击败亚裔的法国棋手欧洲围棋冠军樊辉没多久，但是李氏据说是比樊辉段位更高、更厉害的高手。原本他自信满满，觉得自己会赢，顶多输个一局，没想到结果惨败，只有在最后一场赢了，4战1胜。樊辉在 AlphaGo 跟李氏对弈之前，也担任了 AI 的培训员。当他看到 AlphaGo 出怪招打败李氏的时候，他看着那部怪机，觉得太美了。那是 AI 自己自发推论出来的记录，是人类不会做的行为。不过也只有了解的人才懂得 AI 另类的艺术所在之处。Miki 想到之前听一句话，详细是怎么说的，他有点忘记了。不过主要是讲，只有你的眼界够高，才能够欣赏那种程度的美。如果你的认知不够，你就不会觉得你所看到的伟大的东西有任何特别之处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 Google 这个 AlphaGo 又在外交目的下，去跟中国当时最强的围棋大师柯洁 PK， 顺便也作为他的告别之作。当时那场比赛，柯洁一开始就模仿 AlphaGo 的棋路，点33开局，据说他也跟 AlphaGo 学了很多东西。尽管如此，最后的结果依旧以失败告终，中国最强棋王也打不赢电脑啊。结果当时中国国务院有点不服气，他对世界宣布，要在2030年之前，在 AI 的领域成为全球的领头羊，要超越所有对手。中国精神啊，什么都能输，就嘴巴不能。不过让人想象不到的是，很多专家都觉得中国非常有机会哦，因为他们都用国家之力来大撒钱，在 AI 领域上狂砸一堆钱。虽然真正用在 AI 研发上面，剩多少是个未解谜。不过当时很多学者认为，美国说不定真的无法继续在这个领域称霸了，因为美国在这个领域的资本支出跟人家相反，美国不断在削减，美国国家没打算在这里扔钱， AI 只有民间企业自己搞，毕竟是自由经济体系。 Miki 觉得人脑跟 AI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，书中提出一个关键差异，就是人脑的学习跟推测能力更强，只需要很少的资讯，AI 不一样，需要大量资讯，
经过运算作为它的基础，才具有推测跟学习预测的能力。Mickey 觉得，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的话，就他的看法而言，人类生物的优势在于 DNA， 里面基因已经写了很多程序了，所以说人脑似乎更强更神秘。也许是这样，也许不是这样。其实 DNA 说不定也是一种程序的产物。说到这个，又可以讲很多讲，很远了。病毒也很像小机器人，不是吗？好吧，让我们讲回这本书。这本书后面的1/3，大概就是在讲 AI 在影像辨识啊、人脸辨识啊，各种领域做什么东西，然后遭遇一些瓶颈，希望可以在硬体方面的升级能够让他们有所突破，也就 NVDA 的晶片啊。这本书是2022年7月在台湾出版的，今天已经是2023年9月。AI 前段时间涨一大波过后，面临下杀修正中。Mickey 最近开始重新把 AI 股票捡回来啦，会是韭菜行为吗？总之未来会怎样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定会再涨，说不定不会，因为他早就把未来几年的涨幅都涨完了，有些事情就算早知道，也不一定能做得到。进入结论吧。这本书描绘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，探讨 AI 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。不过因为加入了很多 Mickey 的理解与看法，所以不一定能代表这部作品，说不定也有一些误解，或是没有完全表达正确之处。所以建议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原作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